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人人内耗的时代。无论是老同学聚会，还是公司团建，聊着聊着，大家就开始互相吐苦水。无论多么光鲜亮丽的人，你深入了解，就会发现他们也都有着巨大的焦虑和不安。内耗是现代人的酷刑。微博话题停止内耗的9个建议被浏览了高达 6.5 亿次。很多人试图在网络上找出一条解脱之道，但答案不在外界，而在自己。能让自己从内耗的泥沼中抽身的，只有不断强大的自己。读书，情绪不好时，你怎么排解心中烦忧？作家李思源感到烦恼时，第一反应常常不是深度思虑，也不是去发泄情绪，而是静下来读一读书。他说，无数次情绪低落的时刻，都是书籍的陪伴让他重新振作起来，也是书籍给了他冷静思考的力量，更是书籍让他走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挫折。听过一句话，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舒缓浮躁，读书都是最实用的方法。被压力包裹的我们，烦恼常有，困顿常有，不知道如何解决难题时，不妨随手翻开一本书。生活中所有烦恼，书中都有答案。主持人上官文露曾有过一段灰暗的时光，婚姻的不顺，工作的坎坷，让她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。她开始失眠，神经衰弱，甚至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。你遇到的这一切，百千年前的人们也同样遭遇过，内心的纠结和苦痛都能在书里找到出口。绝望之时，父亲的话点醒了他，于是他去书中寻找生活的解药。2年时间，他读了近100本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，在书里他看到很多从工作与婚姻困境中走出来的人，他也因此获取了面对生活的勇气，心境变得开阔，身体也好转了起来。生活总是麻烦叠着麻烦，我们时常会猝不及防地走进一个又一个未知狭窄的胡同，困在其中时，别慌张，别沮丧，别逃避，去和书籍对话吧。当你工作陷入瓶颈，你可以读一些职场心理类的书籍，或许你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。当你对内卷的环境感到无奈时，你不妨走进童话、美学、艺术世界，让自己从功利化社会中抽离出来。当你感到迷茫，面对艰难抉择时，你可以读一些历史名人传记，看看古往今来的名人雅士是如何做选择的。你也可以无目的地去阅读，让书本带领你自由探索。总有一本书能够帮你走出生活的迷宫，走出眼前的困境，走向更好的自己。运动，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爱运动的人很少陷入情绪低谷，他们遇到事情也总是乐呵呵的，小事一桩我能搞定。而你呢，天天办公室和家2点一线，不运动也不出门散心，你每天拖着亚健康的身体，为工作和家里的事情愁得吃不好睡不着，整个人动不动就陷入了内耗。很多时候走入僵局的不是生活，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长期懒散，身体不动，活力就会慢慢丧失，各种负面情绪也就找上来了。书籍《赶走坏情绪》中讲过一个故事，主人公刘源白天工作混日子，晚上熬夜打游戏，平时拒绝一切社交。这样的状态持续很久，他感觉自己每天过得浑浑噩噩，整个人丧到了极点。后来朋友看他状态不对，建议他去健身房锻炼锻炼。刚开始他把健身当成任务，实在不想动弹时，也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去健身房打卡。渐渐的，他爱上了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，运动让他重新快乐了起来。几个月后，他整个人也自信了起来，工作干劲十足，对生活也充满期待。有人说，所有的内耗都是想得太多，动得太少。确实如此，运动是治愈内耗的良药。
扬州大学曾对468名大学生进行测试，结果显示，爱运动人群的情绪、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健康水平均比非运动人群要高。身体动了起来，能量得到了补充，你就又能充满活力、朝气蓬勃地去生活。当然，你也没必要去健身房，每天只需要花点时间在小区快走或者慢跑。即使不去跑步，在家里你也可以练练瑜伽，跟着一些运动软件跳跳操。最重要的是迈开腿动起来，坚持21天，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养出运动的习惯。当你开始运动，所有的情绪垃圾都会随着汗水排出体外，慢慢的你又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，精力饱满的对抗生活的刁难。赚钱，你什么时候最有危机感呢？有人说孩子刚出生，一笔笔开销像流水一样花出去的时候。有人说是听说公司要裁员，而自己还背着高额的房贷车贷的时候。有人说父母年纪大了，躺在医院四处低三下四借钱筹手术费的时候。你看，生活中绝大多数内耗都可以归结为2个字：没钱。没钱时，菜买贵了几块钱，衣服多买了一件，你都会懊悔买多了，剁手狠了。没钱时，遇到了好的工作机会，你不敢跳槽，错过了又一次次的责备自己无用。人穷的时候没有松弛感，有的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和在看不见的角落无声的崩溃。兜里没钱，生活只是生存，只有一地鸡毛。狠狠赚钱，银行卡里有充足的余额，你才能稳住心态，不被现实击碎。华裔演员刘玉玲在一次采访时说，自己平时会努力工作赚钱，然后给自己建立一个去你的基金。有了这笔基金，当遇到消耗自己的人和事，便可以随时有底气地说：姐有钱，去你的吧。你看，有钱是可以不看人脸色行事的。正如作家毛姆说的那样，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，但必须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，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，能够慷慨，能够爽朗，能够独立。我知道赚钱很累，但你若不自渡，他人爱莫能助。从今天起，置顶自己的赚钱能力，心可以碎，手不能停。没事儿少矫情，有空多赚钱，大胆尝试去找到自己的优势，提升自己的技能，把自己打造成吸金体质。当你赚到钱了，内耗自然也就消失了。什么是好的生活？看过一个高赞回答，一定是充满热情，而不是死气沉沉；一定是淡定从容，而非如坐针毡；一定是在走上坡路，而不是走下坡路；一定是能够细水长流，而不是惊鸿一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静下心来读书，迈开腿去运动，戒掉矫情去赚钱，停止内耗，向上生长，一步步走向理想的生活。